我曾经以为想得越多就越安全，每一个决定都反复推敲，每一句话都提前演练，每一个可能的结果都在脑海里模拟过一遍。我把思考当成保护，只要分析得够彻底，就不会犯错；只要推理得够完整，就不会后悔。可奇怪的是，我越想越乱，选项没有变少，焦虑却变多。我在脑海里不停开会，正反意见互相辩论，风险清单越列越长。到最后，我不是更确定，而是更犹豫。那种过度思考像浓雾，表面上很认真，实际上却让方向模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我看着那一堆分析笔记，突然问自己一句话：如果不用想那么多，我其实想怎么选？那一瞬间，心里浮出一个很安静的答案，没有辩论，没有剧烈的情绪，只是淡淡的确定。我才意识到，那是直觉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被思绪的噪音盖过。我开始尝试少想一点，不是放弃思考，而是不再无止境延伸。当分析已经足够，我停下；当资讯已经完整，我倾听内在。我问自己，这个选择让我身体感觉如何？是收缩还是舒展？是压力还是笃定？慢慢的，我分辨出那个细微的差别。过度思考来自恐惧，直觉来自整合。前者让我紧绷，后者让我平静。当我愿意放下反复的推演，直觉的声音就变得清晰。它不大声，却稳定；它不急促，却准确。我开始发现，那些最对的决定，往往不是想出来的，而是感觉出来的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思考，但我不再让思绪无限延伸。当分析完成，我让自己安静一下。那个空白的瞬间，答案常常已经在那里。当我放下过度思考，直觉的声音变得清晰。而在那份清晰里，我不再被恐惧驱动，而是被内在的智慧引导。那是一种很轻却很准的力量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对未知极度没有耐心。只要事情还没有答案，我就坐立难安；只要关系还不明朗，我就反复推敲；只要未来还不确定，我就拼命预测。我以为成熟就是什么都要想明白，为什么会这样发生？接下来会怎么走？对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把自己困在一定要懂的执念里，好像只要理解透彻就不会受伤，只要推理完整就不会失控。可越是逼自己找答案，我越焦虑。有些事情没有立即的解释，有些关系需要时间沉淀，有些转折必须走过才看得懂。那段日子里，我的脑袋从不休息，分析对话，拆解语气，预测未来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忽然累了。我看着那些还没有解开的疑问，第一次没有再追下去。我对自己说，也许现在还不需要懂。这句话让我松了一口气。我没有放弃理解，只是暂时停止逼迫。当我愿意不再逼自己懂所有答案，内心突然安静了一点。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回生活，好好吃一顿饭，专心完成一件小事，与朋友真实的交谈，
那些原本紧抓不放的问题，慢慢退到背景。而神奇的是，当我不再死盯着答案，答案反而开始浮现。某段关系在时间里显露真相，某个困惑在经历中自然明朗，某个决定在行动后变得清晰。我才明白，有些理解不是靠思考得来，而是靠生活展开。世界有它的节奏，当我停止追问，它便开始示范；当我不再焦急，它便慢慢解释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有疑问，但我不再要求立刻明白。我允许过程存在，允许时间参与，允许答案在适合的时候出现。当我愿意不再逼自己懂所有答案，世界便开始替我解释，不是用理论，而是用经验；不是用说服，而是用展开。而我终于学会，在未知里呼吸，在模糊中前行，在还不懂的时候，依然安心。我曾经把努力理解成一种紧绷，眉头要锁紧，步伐要加快，语气要坚定，仿佛只要稍微放松，就会被世界抛下。我习惯用力说话，用力证明，用力爱，用力活着。那种用力让我看起来很积极，却也让我常常精疲力尽。每一次挑战都像攻坚，每一次选择都像背水一战。我总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再撑一下，再拼一点，再逼自己一次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生变得沉重，连快乐都需要很努力才能感受到。有一天，我在一次小小的失误后突然笑了出来，不是因为不在乎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。那一刻，我松了一下。我第一次没有用力修补，没有用力自责，没有用力弥补，我只是让事情自然落地。那种轻盈让我惊讶，原来我可以不那么紧绷。我开始尝试在日常里松开一点，说话不必每句都完美，工作不必每次都满分，关系不必每刻都热烈。当我停止用力撑住形象，我反而更自在。当我不再把每件事都当成重大考验，我反而更有空间发挥。轻盈不是懒散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内在的放松。它让我知道，我不必时时刻刻证明自己。当我以轻盈取代用力，身体开始柔软，呼吸变得深长，思绪不再僵硬，人生不再是一块沉重的石头，而像水一样流动，有时快，有时慢，有时绕路，却始终向前。现在的我依然努力，但那份努力不再带着焦躁。我允许错误，允许调整，允许自己偶尔慢下来。当我开始以轻盈取代用力，人生便失去那种僵硬的重量，不再需要咬牙，不再需要对抗，不再需要紧握不放。我发现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紧绷，而是松开之后仍然站得稳。在那份轻盈里，我终于感觉到，活着本身其实可以很柔软。我以前很怕事情失控，只要一有变数，我就想立刻处理；只要进度变慢，我就想加快；只要对方沉默，我就想追问。
我习惯主动推动一切，把关系往前拉，把计划往前赶，把未来往前预知，好像只要我足够用力，结果就能被确保。可越是紧抓，事情越显得抗拒，关系变得紧绷，合作开始压力四起，连原本顺流的机会都变得卡住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？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次等待中突然停下。那是一个我无法再催促的局面。我已经做了能做的，说了该说的，推进了所有可以推进的部分，剩下的只能等。那种无力让我焦躁，可就在那份焦躁里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也许事情本来就有自己的节奏。我第一次选择不再干预，我没有再发多余的讯息，没有再补充多余的说明，没有再替未来设计剧本。我把手松开。那几天，我把注意力收回自己，去散步，去阅读，去专心做好手边的小事。当我不再盯着结果，心反而变得平静。而奇妙的是，在我松开之后，事情开始动了。对方主动回应，机会自然浮现，原本模糊的方向突然清晰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新的努力，而是因为我停止干扰。我才明白，有些事情需要空间。当我急着安排，他们没有呼吸的余地。当我愿意让事情自然展开，他们便以对的方式靠近，不是以我想象的样子，而是以真正适合的样子。有些人留下，有些人离开，有些机会延迟，有些转弯发生，一切都不是错过，而是排序。现在的我依然会努力，但我不再把控制当成安全感。我会做该做的，然后放手，让时间参与，让缘分流动，让事情自己找到轨道。当我愿意让事情自然展开，我不再焦虑于每一个细节。我知道，属于我的会在对的时刻靠近，而我只需要在那之前好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我曾经把成长当成一场竞赛，每天检视进度，每周比较差距，每月怀疑自己是否落后。我给自己设定期限，设定标准，设定必须达成的样子。只要没有明显突破，我就焦虑；只要停滞一阵子，我就自责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慢，不能退步，不能原地踏步。于是我逼自己阅读更多，学习更多，改变更多。表面上，我看起来很上进，可内在其实很紧绷。我开始讨厌还不够好这4个字，它们像一把鞭子，时时刻刻落在我身上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次低潮里彻底停住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真的没有力气再逼。那段时间，我没有强迫自己进步，我只是生活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，和信任的人说说话。我没有追赶成长，也没有计算改变，只是允许自己待在原地。奇妙的是，在那份松动里，我开始看见不同的东西。原来很多转变早就在发生。我的反应比以前温和，我的界限比以前清晰，我的选择比以前成熟。那些变化不是被逼出来的，而是在时间里自然酝酿的。我忽然明白，成长不是靠催促，它像种子，你可以浇水，可以照顾，
却不能拉着它往上长。当我停止催促自己，内在反而松开了压力。压力一松，能量就流动。我开始更真诚地面对缺点，而不是急着修正。开始更温柔地看待停滞，而不是急着突破。成长不再是任务，而是过程。现在的我依然想变得更好，但那份想要不再带着责备。当我不再催促自己的成长，它反而加速，因为我终于给了它空间。不再用焦虑灌溉，不再用恐惧施肥，而是用信任陪伴。在那份信任里，我发现成长从来没有停止，它只是等待我放下鞭子，然后自己往上长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人生过得像一份待办清单，完成学业，完成工作，完成关系，完成目标。每一个阶段都有必须达成的项目。我替自己设定标准，设定期限，设定下一个更好的版本。当事情顺利，我松一口气；当进度落后，我立刻紧张。生活像一场长期考核，连休息都带着愧疚，连快乐都需要合理化。我总在想，这样做有没有帮助未来？这样安排是否足够有效率？我很少单纯地活着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个毫无生产力的午后坐着发呆，没有计划，没有安排，没有目标。一开始，我感到不安，脑海里出现声音，提醒我时间正在流逝。可当我没有立刻起身补救，我突然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轻松。窗外的光线缓慢移动，空气安静地流动，我的呼吸也变得柔软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没有把生命当成功课，而是当成流动。流动不需要打分数，它有高峰，也有低谷，有前进，也有停顿，有明朗，也有混沌。当我停止把每一天都视为任务，我开始允许自己只是存在，不是为了证明，不是为了达成，而是为了体验。我依然努力，依然计划，依然有方向，但那不再是压在肩上的重量，它更像河流的方向。我顺着它走，而不是与它对抗。当事情延迟，我不再视为失败；当路线改变，我不再视为偏离。我开始相信，生命本身知道怎么流动。当我愿意把生命当成流动，而不是任务，心变自在。那种自在不是放纵，而是信任。信任时间，信任过程，信任即使暂时看不清，也依然在前行。现在的我仍然会规划明天，但我不再把自己绑在清单上。我让日子展开，让感受来去，让自己在其中移动。而在那份流动里，我终于不再觉得人生是一场考验，而是一段可以慢慢走的旅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